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去管好它。我是杨医师。这个癌症病人的这种死亡还是比较常见的我记得我一个朋友说，这个白症病人要不就是病死，要不就是吓死的，要不就是饿死的很少是被癌症本身杀死的。那么癌症到底是病死的，还是吓死的，还是饿死的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好好来探讨一下。我曾经有个病人50出头看着身体挺好，结果正常体检的时候说是查出这个结肠有癌症其实还没来得及治疗，2周不到，这人都垮了暴瘦10公斤，整天焦虑，吃不下，睡不好太太就抱怨说他这个心理作用太大就跟吓得够呛。当然了，也有一些病人他又做了化疗，又做了放疗完了以后吃东西也没有胃口营养不良，是吧？免疫力崩盘，最后这人的整个这个健康状况就不行了。所以并不是癌症让他本身让他走的，实际上是整个人人们说是饿坏了但是问题来了现在有很多研究说，这个癌症病人主动不吃东西，把癌细胞给饿死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一些禁食间歇性的断食它有救命的作用。那从理论上讲，它到底是救命还是致命呢？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首先，我们想一想，精神上对癌症的恐惧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人们一听说癌症2个字，第一反应就是什么？真的是恐惧、绝望和崩溃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是70年代、80年代，这个癌症好像是刚出来的样子，那真的是人家是谈癌色变那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那个时候也正是那个气功流行的时候我看院子里的老太太、老头子在那说什么甩手疗法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个自我保健的东西都那时候出来的。实际上很多都是出于对这个癌症的一种恐惧但是这个恐惧它真的是对免疫力有影响的。所以说有些人是被吓死的，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你的焦虑和恐惧的确让这个免疫力下降。这个癌症病人在确诊以后陷入强烈的焦虑和抑郁的人研究发现他的5年存活率会下降超过30%为什么呢？它会让交感神经亢奋，造成压力荷尔蒙上升，就像皮质醇，它就会抑制免疫功能让免疫系统变得很迟钝，甚至瘫痪。这个癌细胞它不是一朝一夕生成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所以当你整个人陷入我完了这样的一个心态以后身体的一股正气瞬间就会溃散所以在我看来，的确有人不是被癌症杀死的，而是被恐惧击垮的。那么另外一种情况说是被饿死的那个癌症本身它就会消耗大量能量加上化疗、放疗药物的副作用，呕吐、恶心、味觉的改变、食欲不振每天人吃的东西就很少，而且身体通过分解脂肪肌肉内脏的蛋白质来应急在医学上就出现了一种叫做恶病脂或者叫恶业脂的情况就是一个人你就发现他突然一下瘦的都脱形了这个就是那个恶业脂的表现通常也是一个癌症晚期的一个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总而言之大家想一想，一边在打仗要对抗肿瘤，一边又在断粮不吃东西而且还自我消耗，是吧？那你说这仗还怎么打呢？那么禁食真的就能抗癌吗？那么有人说，你说的不太对，你看有人不吃饭反而能抗癌，那么这个禁食抗癌有没有道理呢？道理是有的，但不是人人都适合，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么研究上怎么讲的呢？近年来有些研究发现这个短期禁食48小时到72小时，在某些条件下能让健康的细胞进入保护状态，
但是癌细胞因为代谢异常呢，反而会暴露在更高的压力下容易呢被杀死这个过程呢叫做差异性的压力抵抗，而进食呢还能够启动另外一个功能，叫做自噬作用，就是让身体能够清理这些异常的细胞、癌细胞，能够修复损伤。这就是说进食据说可以抑制肿瘤的一个原因。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可能还是有一点问题的，因为中医讲这脾胃是后天之本如果你脾胃本来就虚弱，再去进食，如果再有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化疗、放疗等等额叶脂那你就等于是雪上加霜了。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是很强壮，这个脂肪也够，是吧？那么又有专业的指导，那么短期内进食呢，可能会起到一个这个顺畅气机降火这个抗炎抗癌的作用那么具体哪些人适合用进食来抗癌呢？首先呢，我们看一看，适合的人是脂肪储备充足的人可以考虑。但是你如果体重已经很轻了，甚至有恶病质了，你就千万别去做。另外呢，在没有做手术、化疗、放疗之前呢，你可以适当考虑。那你如果做了化疗、放疗之后呢，你就尽量避免这么做。另外还要看你的血糖问题了，血糖稳定不稳定有糖尿病的、有不稳定的人，那你要小心。还有呢，那些自己做还有过度节食的人都要小心。总而言之进食它不是目的，重要的是我们要扶身体里面的正气那扶正祛邪呢，是我们中医的一句老话。还有一句老话呢，叫做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那么现在的医疗手段很多是杀癌细胞的不择手段癌细胞和这个治疗的手段之间呢是一地矛盾，在那里打仗。这个战场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敌人没有杀死，这个战场就被毁掉了那么这就是经常的一个问题。所以抗癌它绝对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讲思维健康你要在结构层面要抗癌，那肿瘤还能切的时候，你把它切了，是不是不要让它造成这个对周围器官的压迫，是吧？但是你光切了不行它产生是有生物化学基础的该抗氧化抗氧化，该抗炎抗炎，该抗癌要抗癌，是不是所以呢，调节饮食是吧？等等。那么能量上更重要这个癌出现的时候它最早并不是说是结构上的问题或者生化的问题，它是能量的问题而能量呢又跟我们的情绪有关，而我们的情绪呢又跟我们的信仰系统、价值观念，是吧？这灵魂的健康有关系。所以呢每一个治疗再有效，它都不是一个神话的东西所以呢四维的这个全面的治疗呢才能够真正的帮到我们患有肿瘤的朋友。总而言之吧，这个节目呢，如果大家喜欢呢，请订阅转发我们的频道，也分享大家自己的防癌和抗癌的经历我们以后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做个系列的四维抗癌的攻略的这个课程给大家。